我在操场摆心形蜡烛，假装表白，实际上是在摆摊卖蜡烛。操场上的同学，你看他表白失败了，为了缓解尴尬，整这一出。我又替人缴扣城堡了，我们买一个吧。啊，对，要的就是这个效果。结果半路校草突然跳了出来，你要跟我表白，怎么不早说？正在疯狂推销蜡烛的我黑人问号脸，在某音刷到一个假装表白，实际上是卖蜡烛的挑战。我突然 get 了一种新的营销方式，别人只是一个挑战，于我却是一个生机啊！我十分激动地告诉了我的闺蜜猪猪这个商机，她夸奖道：“你牛啊你，不愧是你，给我10个脑子我都想不到这个。”她关心道：“得亏是在学校，在外面你得要挨多少揍啊？”她亲切问候，这和在大马路上拉屎有什么区别？看来猪猪还是不太了解我。我的座右铭：爱国、敬业、诚信、不友善。我向来都是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，能面刺寡人之过者，处即行。除了党，我不接受任何人的考验。其他不好的声音，我只当是鞭策我的力量。更何况闺蜜猪猪还是个千金大小姐，我闺蜜可能是我到不了的骡马，而我则是她看不懂的牛马。我就用了一句话，就让她上了我这条贼船。等我做大做强有钱了，娱乐圈不管哪个国家的帅哥，你随便挑。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我就再信你一回。事实证明，画大饼对女人是最有用的。能玩在一起的人都是有原因的。谢谢大家。首先非常高兴大家在学业繁忙之余还来捧场。在操场上，我和猪猪用发光蜡烛摆了一个巨大的心形，嘿嘿，全部都是拼夕夕9.9元拼来的。周围已经密密麻麻的挤了一圈吃瓜群众，不少人还拿着手机拍着视频。我拿着大喇叭，穿着白色裙子，站在心形发光蜡烛的中间。我现在特别紧张，因为今天是我做了大概1个多月的决定，也是我人生中我认为最重要的时刻之一。这个结果会改变我之后的命运。猪猪穿着青蛙玩偶服，瑟瑟发抖，嘴里不停碎碎念。看不惯的可以骂我闺蜜，骂完我闺蜜就不能再骂我。骂我也可以，如果要动手，请打我闺蜜。我趁说话的空隙，恶狠狠地瞪了一眼猪猪。所以非常高兴大家能够来捧场，在这个庄严的时刻一起来见证。可以给我一点掌声吗？毕竟我一个女孩子要做出这种决定还是需要一点勇气的，而且我社恐，真的很内向，出门都是钻下水道。猪猪目瞪口呆地看着我，下巴都要掉了。我无视，人不疯狂枉少年，不妨大胆一点，反正没人能活着离开这个世界。话音刚落，周围人纷纷拍手叫好，赞美我，歌颂我，为我打 call。我拿起一根蜡烛，故作深沉。今天这个决定很突然，还是谢谢大家来捧场。其实我拿着大喇叭放大音量，卖蜡烛啦，1块钱一个，3块钱2个，10块钱5个，买不了吃亏，买不了上当，不要998，不要9块9，只要10元。周围安静了一瞬，马上又吵闹了起来，看热闹的人更多了。你看他表白失败了，男方都没出现，为了缓解尴尬整这一出，真是男莫女泪。原来长得好看的人也得不到爱，替人脚趾抠地的毛病又犯了。我们都去买一个吧，输了爱情，但是赢了钱啊！啊，对，要的就是这个效果。单纯善良的大学生一个接一个的上前挑蜡烛，躲在角落的猪猪再次惊掉下巴，帮我支起早准备好的收款码。我激动地看着手机弹出的收款记录，内心小人在不停地旋转跳跃币，着眼撒花。我还没高兴太久，一个人扒拉着人群冲到我面前，是许之颂。他一脸焦急，头发还湿漉漉的，没擦干，穿着大裤衩就急匆匆地过来，抓着我的手问：“你要和我表白，怎么不早说？”平地扔了一颗惊雷，周围人瞬间哇哦一声，拿出手机为我俩打光。我看着周围准备买蜡烛的同学纷纷放下手里的蜡烛，还很贴心的又摆了个心形。不是，现在重点是快买蜡烛，不是围观表白啊！我朝着许之颂狂眨眼睛，但这货根本没看出来。这下完脱了，蜡烛没人买了。寒心，我面无表情的看着许之颂，我只能尬笑救场。哈哈哈，刚刚表白成功了，让我们恭喜刚刚。咱就是说我们主打一个真诚，其实许校草早就有喜欢的人，而且礼貌拒绝我了。我擦擦眼角，故作坚强。今天谢谢大家来捧场，你们不嫌弃的话，这些蜡烛就拿回寝室吧，我留着也没什么用了。但是10块钱5个，不能讲价。这反转速度，众人都看呆了，拿着蜡烛不知所措。我朝着猪猪使眼色，他唯唯诺诺地向众人递上了收款码。许之颂明显想说点什么，我一把把他拉出了人群。你不觉得你有点叛逆吗？许之颂头发湿漉漉的，眼神带着点大学生的清澈愚蠢。没事，下次大晚上的就不要出来了，懂吗？男孩子晚上很不安全的，知道吗？我一本正经忽悠道。好险，差点不光赔了钱，还赔上了自己。到底是哪个好人和他说我要和他表白啊？还好蜡烛全卖完了，心情大好。早课有蹊跷，我学不进去是资本主义的阴谋，学不了一个字，最多保证不自杀。我却发现平时趴在桌子上颓废的同学时不时往我这边看。我撩了撩头发，瞬间精神起来。猪猪用手机戳我，我高冷地瞥了他一眼。东边日落西边雨，你姐我是大美女。猪猪嘴角一抽，姐们你现在是真的火了。我拿过手机一看，下一秒在教室里直接表演了一个川剧变脸。好家伙，我的身影光荣地在表白墙上刷屏，居然敢跟许校草表白啊！他还破天荒地来了，申请场外记者连线。挖去，姐姐好美，性取向不要卡得这么死。这姐体面人啊，被拒绝了也潇洒离去。大家尊称我为为爱冲锋陷阵的勇士，勇敢追爱女超人。我神色一凝，操场摆摊计划继续。不是，你还要卖蜡烛啊？猪猪震惊。不是啊。猪猪松了一口气。我们卖花。猪猪捂着胸口。以后你自己一个人一个学校，我没开玩笑。我凑近他，低语，
还是那句话，等我有钱了，收购时代峰峻，给你弄个部门经理当当。是时候脱掉孔乙己的长衫了，我要搞波大的。猪猪游戏对话框里给我推了一个人，是一个动漫头像，这是谁？我疑惑。猪猪说，咱们商场得意了，情场也不能输呀。然后朝我眨眨眼睛，我加了，动漫头像一加上就发来一段语音，一股南家子味，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听到一半我立马转语音，连麦吗？姐姐喜欢这种奶奶的声音吗？我打字，多大年纪的奶奶？对方过了一会儿给我发来消息，奶狗的奶，多大年纪的狗？对方发来一串省略号，游戏都还没开始就把我拉黑了。你推来的是什么玩意儿？一会奶一会狗的，现在还把我拉黑了。我把手机递到猪猪面前，猪猪看了一眼的聊天记录，摇了摇头。你知道东北有个地叫鞍山吗？我不明所以地点了点头。你比里面的鞍钢还结实。我还是去找许志颂吧，毕竟他活好话不多。我在微信给许志颂发消息，你好了吗？许志颂很快回了消息，我一直都挺好。你呢？这几天过得好吗？我一脸懵逼。我特么让你上号来了，怎么一个两个的发言都这么迷惑？看来大学真的不能没有语文课，看他们语文水平退化的。许志颂很快上号了，每次看到许志颂的游戏昵称就想笑。还记得这个游戏是我带着许志颂入坑的，他问我取什么名字，我说你要不要和我取个相关的名字，这样别人一看到就知道我们俩认识。许志颂欣然同意，我立马拿着他的手机帮他填名字。那你就叫强子吧，简单大气，虽然和你现实不太匹配，但是有反差感呀。许志颂没拒绝，问我那你叫什么？我心虚不给他看，但是他长手长脚一下就拿到了我的手机，看到了我游戏界面昵称赫然写着强子快舅妈。我干笑着缓解尴尬，但好在许志颂脾气好，虽然有几分无语，但还是使用了强子这个昵称。没想到我真的应了我的昵称，每次都要许志颂救我。刚入坑的许志颂很快就上了王者，而玩了3年的我还停留在黄金段位，我只能安慰自己，也许男生就是有游戏天赋。晚自习后，猪猪告诉我有男生在操场准备表白，摆了好多玫瑰花。没想到我的摆摊卖花事业还未有所行动，就被人窃取了我的商业摆摊计划。我气急攻心，是哪个龟儿子偷学你爹我的创业计划？猪猪白了我一眼，要是人家真的是在表白呢？你以为谁都像你一样缺德呀？我不信。猪猪说，那我们打赌，输的人给赢的人100块。那要是他们假装情侣，你怎么看得出来？我问。那就看男生喜不喜欢女生喽，喜欢的话那肯定是真表白。我和猪猪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之后，一起去操场看了热闹，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，居然是许志颂。好你小子居然偷家，而且比我还专业，穿着西装还打着领带，手捧着一束玫瑰，地上还有一大堆玫瑰花，目测应该有999朵，大手笔呀这是。许志颂这次肯定要亏本。我对猪猪说，天哪，许校草好浪漫啊。猪猪则是一脸花痴，真搞不懂他们恋爱脑。下一秒许志颂眼神亮了亮，居然往我这边走来，周围人都纷纷让路。什么鬼？我还没去找他，他就自己找上门来了。我双手抱胸，腰板挺得直直的，这应该要给版权费吧？毕竟假装表白实际是摆摊的想法也是我先想出来的。算了，和许志颂这么熟了，打个8折吧。许志颂离得越来越近，我却有点慌了。不行，我必须拿出点气势来。我眼神凶狠地盯着许志颂。很好，成功把他吓到脸红，连看都不敢看我。我还没高兴几秒，下一秒许志颂直接举着花跪了下来。没错，是双膝下跪。我瞳孔地震，周围人惊呼，我滴个活爹呀，我家祭祖都不用这么跪。我一下子手忙脚乱，不知道许志颂整哪出，干脆也跪了下来。我俩面面相觑，大眼瞪小眼。猪猪蹲在我和许志颂中间，左看一下右看一下。你俩直接拜堂了？以天为被，以地为床。周围的人起哄道，李成，这对新人可以送入洞房了。你卖花就卖花，耍什么花招？我咬牙切齿。许志颂眼神里充满了疑惑，还搁这装呢？哦，我恍然大悟，我懂了，肯定是许志颂想假装表白成功，然后趁人最多的时候卖花。这小子是有点商业头脑的。喂，许志颂，我现在先同意做你女朋友，但是后面卖花的钱咱俩5-5分。我小声开口，谁知道这货只听到前半段。你同意做我女朋友了？他这句话没有控制音量。猪猪离得近，听到后眼睛发光。什么？你俩终于成了？男婴，我终于把你嫁出去了！哈哈哈哈哈！猪猪一嗓子吼得周围都听见了，周围人纷纷鼓掌。你好，我刚来，请问这是表白还是求婚？已经求婚成功了。男婴说要嫁给许志颂，要我也直接嫁给他，这么大一个帅哥哎，是不是男婴有小 baby 了？你看他穿得这么宽松。什么？男婴怀孕了？所以许志颂这么着急要娶男婴？眼看着事情朝着另一个局面发展，我必须立马打断，首要任务是先把花卖掉，后面的事情后面再说。许志颂还红着脸搁那跪着呢，我一把把许志颂拉起来，还得是有我在，不然许志颂很难收场。谢谢大家这么晚了还来见证我和许志颂的爱情，这么多花我一个人也很难处理，要是大家不嫌弃的话，一支玫瑰花9.9给大家，也算是沾沾我和许志颂的喜气了。希望大家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人。我朝猪猪看了一眼，猪猪认命的从书包里掏出收款码，人很多，花一下子就卖完了。我问许志颂，这花你买的一支多少？好像是70-80吧，我也没算。什么？一支70-80？我说卖9.9的时候你怎么不阻止我？我两眼一黑，我还以为是 PDD 个位数的花，我就说这花怎么看起来很高贵的样子，而且香味扑鼻。不过还好许志颂钱多，要我的话我要心疼死。
我觉得这个数字很好啊，而且这些花都是给你的，你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。我没仔细听，正在埋头苦算今天的收益。当晚学校贴吧就爆了，我天神仙爱情啊！小说照进现实了，哎呀，许志颂是我男神，哎呀，我还没表白呢，呜呜，许校草才是真男人啊！上次拒绝他表白，肯定是因为表白是男生要做的，所以立马搞了一场正式的表白。他俩在一起，对我的眼睛很友好，还有没有人在现场啊？帮我随个9.9，就算没追到许志颂，他俩的恋爱必须有我一份。抱着花回到宿舍时，我人还是懵的，只有微信收款提示音才让我回过神来，居然一晚上挣了这么多。我后来给许志颂赚了1半的钱，他也不收。突然想到赌注，我朝猪猪伸手，说好的100块，猪猪不服。许志颂肯定喜欢你，我现在先给你100，要是他早就喜欢你，就是我赢了，你要给我100。你输了。许志颂高中的时候就有喜欢的人了。回寝室的路上，看见一只眼神清澈的小白狗，一直盯着我看。我拍了张照片，越看越像许志颂，有点好笑，我就发给了许志颂。到宿舍洗完澡后，我才看到许志颂发来的消息。真的吗？我也很想你，真的，我们见一面吧。我现在来你宿舍楼下，我到你宿舍楼下了，我还在想许志颂是不是发错了。我往上翻，才看到我把好想你呀打成好想你呀。我走到阳台，朝楼下一看，许志颂真的站在楼下等我。许志颂往那儿一站就是兵，眼神坚定地往我宿舍方向看，也不知道站了多久了。看到我站在阳台，对我笑了一下。我有几分内疚，拿上外套就下楼了。你傻呀，在我宿舍楼下站这么久。我接过许志颂手里的奶茶，插上喝了一口。我才发现周围有好几个女生在围观。我拉着许志颂往公园走。你说你想我了，我就立马来了，多等你一会儿是应该的。他逆着光站着，我抬头看他能看到他长长的睫毛，我不忍说出真相，但我不想骗他。其实我是打错字了，我想说的是那张图片很像你。他愣了一下，又很快开口，那说明你的输入法想我了。许志颂有些不好意思地问道，抛开身材长相这些外在的，你内心深处喜欢什么样的男的？我思考了一下，认真道，我抛不开。对了，你打算什么时候解释我们是假情侣啊？你不解释的话，你喜欢的人不会吃醋吗？许志颂还没开口，我电话就响起来了。依依，我到你学校门口啦，你快出来接我。好，我马上来，你千万别乱跑。我朝着许志颂说道，我现在有急事，要先去下校门口。下午就收到我嫂子发来的消息，说南少离家出走来找我，叫我一定要稳住他，明天他们就来把他带走。终于安顿好狂野男孩，回寝室的路上，我想到许志颂一言不发的表情，我知道他生气了，可难道他喜欢我吗？毕竟天天给我送早餐，他说他有早自习，去教室正好会路过我的宿舍楼，就顺便给我带早餐放在1楼宿管阿姨那里。他还天天陪我打游戏，虽然我特别菜，但他从来不会说我。他还天天给我买吃的，难道他真的喜欢我吗？回想起许志颂做的很多事，仔细想想，确实都超过了朋友之间的感情。我对感情一向都很迟钝，我甚至都习惯许志颂了。可是许志颂高中的时候就有喜欢的人了，而且我们从小就认识，他也没说过喜欢我。但如果他不喜欢我，为什么要生气呢？要是他以后不理我了，怎么办？我胸口有点闷闷的，隐隐作痛，比高中毕业时知道许志颂有喜欢的人的时候还要难受。在被窝里，我给许志颂发消息，你睡了没？等好久都没回我，平时许志颂都是秒回的。我垂下眼，早知道我就不点破我们是假装情侣了，或许那一天假着假着就成真的了呢。我真的太拧巴了，简直是麻花转世。明天就和许志颂表达心意好了，勇敢一次吧。一觉醒来，发现许志颂给我回消息了，我马上点开，半夜12点01，还没；12点23，还没睡；12点40，还没睡呢；12点51，我还没睡哦。我松了口气，还好许志颂没不理我。我翻到早上那条消息，8点02，他的那份要加香菜吗？他哪个他？我打字回复，还有谁啊？我早上吃了猪猪给我买的蛋糕，等下我来你宿舍楼下，你下来一下，我有话要和你说。等我到他宿舍楼下的时候，他已经在楼下等着我了。我多看了几眼他的眼睛，肿得像2个核桃。我有些紧张地清了清嗓子，说真的，我这人比较直，不喜欢磨磨唧唧的，我有什么我就说什么了。我喜欢你这4个大字我还没说出口，就被许志颂打断了。我喜欢你。我愣住，抬头看他，他直勾勾地看着我的双眼，带着一丝紧张，连声线都在颤抖。我喜欢你很久了，从初中就开始喜欢你了。你永远不知道我有多喜欢你，你发的每一条语音我都会收藏起来，反复循环的听。一想到你，我心里就特别开心。初中高中的时候，我一面对你就特别紧张，不敢看你，事后又疯狂懊悔。每次发现什么好吃的好看的，我都会买下来给你，骗你说是我爸妈买的。我也会很自卑，觉得自己不够优秀。如果有可能，就算是贪生怕死的我，也会真的给你挡子弹。我觉得你是全世界最美好的人。我知道你有喜欢的人，我不会去打扰你，我踮起脚亲了他一口，堵住了他要说话的嘴。我也喜欢你。我认真地看着许志颂。许志颂现在看起来不太聪明的样子，整个人僵硬的像块石头，神情有些飘飘然。他耳朵红得要滴血了，自言自语喃喃道，我现在去买花，玫瑰花还没买。我拉住他的手，喂，你都表完白了，我也表完白了，还买花泥，你敢跑试试？他这才缓过神来，你刚刚是不是说喜欢我？他湿漉漉的眼睛看着我，我喜欢你。我看着他又说了一遍。他一下抱住了我，弓着腰，头埋在我肩膀上。我感受到他的身体在颤抖，他在哭，肩膀上能感受到湿意。好喜欢你。他哽咽道，昨天晚上那个男的是谁？你不想说也没事的。昨天晚上的男的，那是我侄子啊，
去年暑假你们不是见过吗？人家才16岁，好吧，他离家出走来找我，昨天电话里叫我姨，你没听到吗？话说我才是最该质问你的，好吧？高中毕业的同学聚会，我们玩你有我没有？体委说他亲过喜欢的人，你为什么没掰手指头？你还亲过哪个喜欢的人？许志颂委屈趴在我肩头哼唧唧，你忘了吗？高3第一次模考那天早上，在公交车上，师傅急转弯，你扑到我身上，亲到了我，我以为你知道，你怎么不早说？害得我输了游戏。我早上上学那会儿最困，好不好？每次都是你提醒我才下车的。我抱住了许志颂的腰，嘴角不自觉向上，看来我要欠猪猪100块钱了。我还没抱多久，就被许志颂室友给拉开了。你知不知道许志颂有多喜欢你？你还欺负他？就是许哥昨天就因为你哭了1个晚上，你还敢来？我们许哥是好欺负，但他也是有娘家人的。你以为我们许哥是你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狗吗？他几个室友像个炮仗似的，把我和许志颂都说懵了。许志颂挣扎，你们放开我，别想分开我和南音。我回过神来，你们要把我男朋友带到哪去？我看着许志颂朝我跑过来，我马上抱住他的腰。他室友互相对视一眼，一脸震惊。男朋友？什么情况？还真给许志颂这小子舔到了。老师布置的人体素描作业我还没开始画，猪猪已经开始画了。你参考的哪张照片？给我看看。我看了一眼猪猪发来的图片，小声嘟囔，还没许志颂的身材一半好。虐狗是吧？你还欠我100块还没给我，扣在份子钱里哈。笑话，进了我口袋的钱还有拿出来的道理吗？还是找个时间叫许志颂来我家给我当模特。周末许志颂如约来了我家，我靠在我家大门上看着许志颂目瞪口呆。许志颂一身白衬衫西裤的，打开车后备箱，从车上搬下一箱一箱的礼品。你干嘛带这么多东西？你以前又不是没来过。许志颂挠挠头笑道，现在不是不一样了吗？怎么你要上门提亲啊？许志颂一下脸就红了，提亲怎么可能就这些东西？而且我提亲的时候肯定会和你提前商量的。行了，快进来吧，今天我爸妈不在，你算是白表现了，但是我会转告他们的。进到我房间我就让他脱衣服，之前高中的时候也有让许志颂给我当过模特。我坐在画板后欣赏了一下美男脱衣，许志颂骨节分明的手一颗一颗解开扣子，观赏性十足。可是为什么里面穿着白色老头衫？我佯装生气，以前不给看就算了，现在你是我男朋友，还藏着好东西不给女朋友看呢。许志颂红着耳朵反手脱掉衣服，坐在沙发上给我当模特。等我画完再看许志颂的时候，他已经仰头睡着了，窗面地天也开始变暗。我走近，许志颂的鼻子生得很好看，很高挺，仰起的头显得喉结更加突出。许志颂胸肌练得特别好，手指下的触感紧致有弹性，腹肌轮廓线条分明，不是刻意靠蛋白粉的肌肉堆积，是在长期的训练下不断锤炼，浑然天成。我指尖顺着顺滑的腹肌线条细细摩挲，半个指尖滑入他的人鱼线下方，下一秒一只手就钳制住了我胡作非为的手，不能再摸了。他声音有些沙哑，我直接把他扑倒了。可是手感很好哎，你不喜欢吗？不喜欢我以后就不摸了。许志颂脸红了，结结巴巴，喜欢，那把裤子脱了吧，我就看看，不摸。女神还真给我舔到了许志颂视角。在我第N次早起给南音买早餐的时候，上铺的室友看不下去了。许哥，要不你换个人吧？你说许哥，要不你换个人吧？你说你都舔了他10年了，他有一丝感动吗？你不懂，我查过，他这个星座有点慢热。隔壁床掀开床帘，义愤填膺。许哥，我看他就是吊着你，你说你都是校草了，他还看不上你吗？其他室友也跟着附和。就是啊，我有些生气，但还是给他们了一个微笑。他喜欢我，他才吊着我，他怎么不吊着你们呢？上铺室友给我出谋划策，要不你冷落他一段时间，太舔的话会显得你很卑微。不用担心我，我有自己的节奏。我看你就是舍不得冷落他。许哥，兄弟劝你一句，舔狗舔狗舔到最后一无所有。我反驳，我不是舔狗，我是军犬。把室友逗笑了。哦，有编制是吧？我拿起饭卡就走，往食堂去。这个点南音应该快醒了，我要赶紧送上一份热乎的早餐。我和南音从小就认识，我从初一就开始喜欢他。我很怂不敢表白，因为南音最讨厌别人和他表白。做了他6年后桌，我只敢在课间他睡着的时候，小声在他身后说，我喜欢你。一说就是6年，南音睡眠质量很好，一次都没听见。听到他和朋友说8块腹肌才是一个男人最好的嫁妆，我自卑地看向我的6块腹肌。每晚勤加苦练，我爸都以为我要改行当运动员，哭着对我说，你不考金融系，家里公司怎么办？我还要和你妈环游世界呢。我让我爸放心，我不继承公司还怎么养南音？我爸欣慰地拍了拍我的肩，想给我传授追女孩经验。得了吧，我爸追了我妈10年才娶到，但是没想到我居然比我爸还失败。后来我狂喝牛奶，长到了188，还练出了8块腹肌，有了人鱼线、胸肌、背阔肌。南音是美术生，他很喜欢我的身材，4舍5入就是喜欢我。高3第一次模考，在公交车上，那天早上是我最幸福的一天。我看着南音靠着窗睡觉，悄悄坐在他旁边，偷偷看着他。他昨晚肯定熬夜复习了很久，一边要美术集训，一边还要回学校参加模考，一定很辛苦吧。下一秒，师傅打了个急转弯，南音毫无防备往我的方向倒来。我着急地扶住他的腰，怕他摔倒。就这么因缘巧合的，他扑进我怀里，嘴唇从我的侧脸擦到了我的嘴唇，像软绵绵的软糖，带着独属于南音的香味。我们贴得很近，我甚至能感受到他身体的曲线。南音后知后觉才撑着我的腿作证，刚刚的急转弯有点吓到他，他拍了拍胸口，朝我说了声谢谢，然后看了眼时间，到学校还有10几分钟，他又靠着窗睡了。而我还没缓过神来，心跳不断加速，被他触碰到的地方像是过电一样酥酥麻麻的。
我只能把书包往腿间挡一下，还好离学校还有一段时间。高中毕业，妈妈帮我收拾不要的书，找到一个盒子，打算给我扔掉，里面都是乱七八糟的东西。我拦住，死死抱在怀里，里面明明都是宝贝。我抱回房间，小心翼翼打开，里面有一根他的头发丝，那是6年级小升初考试换座位，他就坐在我的位置上，那是我们小学6年离得最近的一次。上了初中，我们终于在同一个班了，我就坐在他后桌。初一发烧那天在学校，他给了我一包感冒灵颗粒，烧死我也没舍得喝。还有一包吃剩的瓜子壳，他让我帮忙扔掉，这包瓜子壳过完年就4岁了。一张小纸条，那年高一物理考试他给我传的纸条，卷子放旁边点儿。一个速溶咖啡的包装袋，高3那年他速溶咖啡买多了，在教室1元1包卖出去，我抢到了1包，一天喝1粒，甜滋滋的。还有很多初中高中和他的同款笔，一张我和南音名字在一起的成绩单，还有好几张我和他名字写在一起的照片，我拍下来的。只要我和南音的名字可以一起看到，我就可以想出无数种证据证明我们有天生一对的缘分。上了大学，许志颂终于鼓起勇气和南音表白了，他还同意了。他向所有的亲朋好友散发喜讯，没有人知道他内心有多激动。他的感情如同一壶烧开的沸水，下一秒就要溢出来了。但是才过2天，许志颂就失恋了。南音说他只是假装同意，他说你就不怕你喜欢的人吃醋吗？他喜欢的人不是他吗？他还有哪个喜欢的人？他还没说出口，南音的电话就响了。电话那头是个男生，那个男生叫他茵茵，叫他出来接他。南音一接到那个男生的电话，就抛下许志颂走了。看着他的背影，许志颂神情微微有些恍惚，低下头自嘲地笑了下。他又想，那个男的大半夜把他叫出去，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。许志颂跟在南音后面，很快看见校门口有一个男的拖着行李箱，一看见南音就跑过去给南音一个熊抱。南音还帮他拖行李。南音喜欢这样的男生吗？个子这么矮，身材一看就不行，也就脸白了点。后面南音和那男的一起进了学校附近的酒店里。南音，你拒绝我就是为了和他在一起吗？许志颂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，仿佛全世界的蛇胆都在自己肚子里翻腾。他用力攥了攥手，压下自己心底起伏的苦涩。许志颂打开手机给南音发消息，这么晚出校安全吗？南音很快回复，安全的，放心吧。许志颂买了瓶酒，哭着回了宿舍。到宿舍，室友看见许志颂那么壮，一大老爷们哭成这个样子，手里还拿着酒，都惊呆了。他们第一次看见许志颂哭，许志颂在他们心里也算个硬汉的形象吧，真的很难把现在哭唧唧的样子和平常高冷的样子合为一谈。许哥，你没事吧？是不是家里发生了什么事？你说出来，能帮忙的大家伙一定帮忙。许志颂喝了一口手里的酒，苦涩开口，南音不要我了，他刚刚和他喜欢的人出校了。众人松了口气，没事，许哥，下一个更好。对，南音算什么？比他好看，比他好的人多了去了。许志颂只是哽咽的摇头，没有更好的了，没有比南音更好的了。他往地上一坐，我就要南音，我就要南音。宿舍长恨铁不成钢，南音他都和人出校了，这个点和男的出校不是去开房，还能是去背教资啊？他不是这样的人，你们不准再说他坏话。哥，咱还是换一个吧，他都这样了，你难道还喜欢他呢？你不懂，我们这是虐恋，我们最后肯定会在一起的，我会等他的。许志颂，你该去看看脑子，你脑子有病。我脑子有没有病我能不知道吗？我脑子里明明都是南音，已经没有空的地方了。许志颂手机响了一下，是南音发来的消息，他眼睛赫然亮了起来，是南音发来的，我就知道他心里还是有我的。南音发来消息，许志颂，明天能不能帮我买条男生内裤？众人嚯了一声，但是不敢再说南音坏话。许志颂只能颤抖着手给南音回复，好。宿舍长看不下去了，这你还给他回消息，这严重侮辱了你的男性尊严，手机没收了，你不准再给他发消息。宿舍长大意，其他2个室友也看不下去了。许志颂喝下最后一口酒，他开始唱歌，就算你的爱属于他了，就算你的手他还牵着，就算你累了，我会在这。1人盯，2人救，3人游，悄悄的，远远的，或许舍不得，默默的，静静的，或许很值得。我还在某处守候着，说不定也是一种幸福的资格。室友们捂脸，没救了。半夜，许志颂还是把手机偷了回来，他听到了南音给他发消息的提示音，南音11点半给他发的消息，睡了吗？现在已经12点了，他赶紧回复，还没。过了一会儿，他12点23的时候再发消息，还没睡。12点40再发，还没睡呢。12点51，我还没睡哦。看来南音已经睡着了，他在早上7点半准时醒了，因为宿醉他头疼欲裂。他看了一下手机消息，南音还没回他，很正常，南音一般8点半起床，他没有早自习，像平常一样而已，只是在宿舍睡觉而已。他对自己说，他在对话框里打字，他的那份要加香菜吗？等到8点半，许志颂收到南音消息，他说猪猪买了面包给他。看来昨晚南音回宿舍了，许志颂松了一大口气，觉得今天早上天气格外好。他在心里懊恼，他不该怀疑南音的，南音不是那种人。南音找他表白了，真的吗？南音也喜欢他，他还在他耳边说了好多次喜欢他。这么高兴的是他应该笑的，可他哭了，他忍不住靠在南音肩膀上哭了。他再也无法假装矜持了，喜欢如同洪水决堤，抱着南音的手都在颤抖。他想，他简直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。他看到南音的第一眼就喜欢，就想要拥有她，可以为她放下一切矜持和骄傲。他和别人都不一样，只有他能给他与众不同的感觉。和他在一起，就是比和别人在一起都要来的开心幸福。许志颂和南音进入更亲密的关系后，许志颂就好像是病了，重离不开南音的病，每天都亲不够，早上要亲，中午要亲，晚上也要亲，没人的公共场所也要凑上去啄一口。他想把南音全身上下都亲遍，总是像个大型犬科动物一样趴在南音肩膀上，对着脖子猛吸，仿佛想把对方揉进骨子里，成为他身体的一部分。
许之颂整天黏糊糊的跟着南音，他室友吐槽：许哥你怎么都谈了恋爱了，还像个舔狗一样。许之颂看着和南音的聊天框，笑得一脸痴汉。你不懂，我这是犬系男友。许之颂在大4临近毕业的时候和南音求婚了。操场上摆满了玫瑰花，玫瑰花从白天摆到晚上，一箱一箱的从车上运下来，整个学校都知道许之颂要求婚了。当天学校贴吧又因为许之颂和南音爆了。许之颂晚上要求婚了，大家晚上快去围观。佩图操场停了几辆卡车，好几个人在搬花。天哪，第一次见到这么多玫瑰花，这是什么品种的？怎么这么好看？是厄瓜多尔，这起码也有几万朵了吧？新型骗局，晚上都别去，又虐狗又骗钱的。说什么我都要去，呜呜，我的许校草，他的爱情我必须去见证。而我一大早被猪猪拉出去逛街，对学校发生的事一无所知。下午我逛累了，猪猪非要拉我去做造型，说什么学校有绿茶婊在操场勾搭许之颂，要我打扮漂亮点去宣示主权。我觉得不可能，许之颂看都不会多看别的女生一眼。但是人已经坐进店里了，那就随便做个造型吧。怎么这么多无人机？刚进校门就看见天上嗡嗡响的无人机。猪猪着急解释，可我们这不是要毕业了吗？校长斥巨资给我们拍毕业照的，哈哈。我狐疑地看了眼猪猪，学校会这么大方？操场怎么这么热闹？又有人要摆摊卖花呀？下一秒我就被众星捧月地推到操场中心，我这才惊讶，原来摆了这么多花。许之颂一步一步朝我走来，举着戒指单膝下跪。我从来没想过自己会这么幸运，能从小遇见你，从小就认定你是我最爱的人，你是我长久不衰的月亮，我无比渴望。我在此时此地恳求你，恳求你永远留在我身边，恳求你会永远属于我。就算命运本身也无法将我们分开，我发誓许之颂会永远无条件爱你，给你充足的物质生活，不会让你受到任何的伤害。南音，我爱你，你是否愿意做我的妻子？天上的无人机开始亮了起来。 Marry me, be my bride。 我看着许之颂湿漉漉的眼睛，还有举着戒指颤抖的手，我有点泣不成声。我愿意。许之颂几个室友抱在一起，哭得不行。呜呜呜，许之颂他没输，舔狗也是有春天的，总算把许之颂嫁出去了。呜呜呜，周围很多人也哭了。呜呜，太感动了，我要给份子钱，有没有学姐微信？谁都不要拦我，加我一个，不被男音骗点钱，心里不舒服。呜呜呜，猪猪很有眼见力的掏出了收款码，拿着大喇叭，来，要交份子钱的都来这边，我爸不希望我远嫁。虽然我已经接受了许之颂的求婚，但我单纯就喜欢犯贱。实际上我爸恨不得把我打包送进许之颂家。许之颂很紧张，可我们两家相距路程都不超过20分钟，我胡乱瞎编，就喜欢看许之颂紧张的样子。咱俩吵架，我爸不能在10分钟之内给你一个嘴巴子，就算远嫁没事的，我可以和你爸双向奔赴，让他在中途给我一个嘴巴子。你怎么不说你永远不会和我吵架？吵架也是一种很好的沟通。南音，你永远可以和我发脾气，可以和我说说你不高兴的猜想和顾虑。南音，爱是吵不散的。小剧场，我妈在她床头柜里发现了一堆零钱，2个床头柜都要装不下了。南音，这些零钱我给你换微信哈，现金我拿去买菜。不行，我护住那些钱，这钱都是有意义的。我妈有些疑惑，能有什么意义？这5张10块钱，1张20是小学的时候我喜欢的人送我的，这些10块是他说放学的时候给我买奶茶的，但是我舍不得花，他就又给我钱又帮我买。还有这些50块是初中高中买我的旧笔的，他说可以回收。这些1块钱是买我的咖啡的。我妈指一下那一叠红钞票。那这些呢？我有些不好意思，这些是因为我真的太喜欢了，找他要来的。也就许之颂惯着你。全文完。